莊子最厲害的7種思維，讀完真的不一樣。不讀莊子，不知世界之博大，不曉人生之通透。歷史上無論帝王將相還是詩人墨客，都把莊子當作修身的秘籍，反覆揣摩研讀。莊子不只是一個思想家，更是一個看破人性、看透世事的智者。在那個禮崩樂壞、諸侯爭霸的時代，唯有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談逍遙，論天道，悟人心。他的文字看似縹緲，實則鋒利如刀；他的思想看似超脫，實則藏盡人生謀略。今天我們一起探討莊子最厲害的7種思維。這7種思維不僅能讓你看清人性，更能讓你在這複雜的世界中活得通透而從容。1. 無用之用思維。真正的智慧是懂得做個沒用的人。莊子說過一個故事，有個名叫石的木匠遠赴齊國，看見一棵被當地人奉為神樹的櫟木。那樹高大無比，枝繁葉茂，連陽光都透不進來，萬民紛紛前來祭拜。可這位木匠卻看都不看一眼，只是輕嘆一聲，繼續趕路。弟子不解，問道：師父，這麼一棵神木，怎麼不多看幾眼？木匠淡淡地說：它沒用，做船會沉，做棺材會爛，做器具會裂，做門會扭曲。正因為一無是處，所以它才能活到今天。這就是莊子的無用之用。一棵樹因為沒用反而長久，一個人因為低調反而安全。世上多少聰明人因太鋒芒畢露而折損，多少有才之士因太計較得失而焦慮。莊子告訴我們，真正的大智慧是懂得適可而止。有時候你的不爭反而是最大的爭，你的沒用反而是最深的謀。道德經說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懂得留白，懂得裝糊塗，這本身就是一種頂級的生存智慧。2. 大鵬思維。真正的高手都懂得蓄勢而發。莊子筆下的大鵬一飛衝天，直上9萬里。可在那一日之前，他曾忍耐無數歲月的平凡與蟄伏。水淺浮不起大船，風力弱拖不起巨翼，所以大鵬要等待，要蓄力，要借東風，扶搖而上。李白說：大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9萬里。但這一日是千日的積累，是萬日的沉默。諸葛亮出山前10年苦讀兵書，韓信忍辱負重多年，曹雪芹窮困潦倒中寫完《紅樓夢》。真正的高手都不是急於出頭的人，而是能熬的人。正如菜根譚所言：伏久者非必高，開先者謝獨早。耐得住寂寞的人，終會在眾人驚嘆中一鳴驚人。記住，風起之前是漫長的無聲沉澱，爆發之前是無數次的自我打磨，厚積薄發，從容出擊，這就是大鵬思維。3. 疏於思維。別把別人的幸福當成你的標準。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。莊子說：你看這魚游得多快樂。惠子反駁：你不是魚，怎知魚之樂？莊子答：你又不是我，怎知我不知魚之樂？這場辯論看似詼諧，其實藏着深意。人生的煩惱大多來自於比較，我們總在用別人的幸福來折磨自己。看到別人有車有房焦慮，看到別人事業成功羨慕，看到別人笑得燦爛就以為他們沒痛苦。可莊子告訴我們，生活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你永遠無法真正理解別人的世界，別人的快樂不屬於你，你的生活也無需被別人定義。東晉名士殷浩曾說：我與我周旋久，寧做我，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人生最好的狀態就是不比較，不嫉妒，不模仿，做自己。4. 鳶黜思維。不與爛人爭，不與俗世鬥。莊子去拜訪梁國宰相惠子，有人舉報說莊子要來奪你的相位。惠子驚慌失措，派人3日3夜搜捕。莊子見到惠子後笑道：南方有鳥，名曰鳶黜，非梧桐不棲，非煉石不食，非清泉不飲。
而貓頭鷹守着一隻爛鼠，還怕別人搶。現在你就是那隻貓頭鷹啊！莊子的話一針見血，許多人終其一生都在死死護着那點爛鼠般的地位、權力、虛名，可這些東西不過是腐肉一堆。莊子寧願做那展翅高飛的鳶雛，也不願做守着腐肉的貓頭鷹。真正的智者不爭不搶不媚俗，他們的野心不在他人頭頂，而在九天雲上。名利場裡，人爭我奪，塵土飛揚。唯有跳出這場角逐的人，才能真正看到天地的遼闊。5. 河伯思維，永遠別高估自己。秋雨連綿，百川匯入黃河，河水暴漲，河伯自得地以為天下之水盡歸於己。可當他順流東行，見到北海時，驚嘆得無言以對。他終於明白，原來自己不過是一條支流。這就是河伯見海而自慚。生活中有太多人被一點小成就沖昏了頭腦，剛賺點錢就輕視他人，剛得點名氣就目空一切，殊不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朱元璋曾重用胡惟庸，可胡惟庸自命不凡，結黨營私，最終被滅族。人生最大的愚蠢就是自以為是，山不爭高自成峰，水往低處終成海。真正的強者永遠謙遜，越有實力越懂低調，越有底氣越懂溫和。6. 庖丁思維，順勢而為，事半功倍。莊子筆下的庖丁宰牛，手起刀落，行雲流水。梁惠王讚嘆問：你技藝為何如此精妙？庖丁說：剛開始我只看見一頭牛，現在我看到的是結構，是紋理，是氣。他不靠蠻力，而是順勢而為。關節有縫，刀刃無後，刀行於縫，游刃有餘，這就是道法自然。很多人失敗不是因為不努力，而是太用力，越拼越亂，越執着越痛。庖丁的智慧告訴我們，人生最好的狀態是順勢，是通透，是心有數。蘇軾說：着力極差，過猶不及，凡事過度用力皆是強求，做事如解牛，生活如行刀。懂得留餘地，才不會崩裂；懂得順勢，才不會勞累。7. 鬥雞思維，最強的人往往最沉靜。莊子講過養鬥雞的故事，雞剛開始好勇鬥狠，動輒鳴叫，稍受刺激就暴躁不安。可隨着訓練的深入，它逐漸平靜沉穩，面對挑釁也不動聲色。等到最後，它已如木雞般沉默無聲，卻無人敢近。莊子說：此雞可與敵矣。真正的強者，不露鋒芒，不爭一時之氣。曾國藩深知樹大招風，功成身退。孔子懂得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。鋒芒太露者必早衰，深藏不露者方長久。人生的修煉便是從張揚到克制，從鋒利到圓融。沉得住氣的人最可怕。當一個人能如木雞般平靜，外界的風浪便奈何不了他。莊子的真意是在世間行走，卻不被塵世困住。羅素曾說，莊子是東方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他不是叫人逃避，而是教人自由。他讓我們明白，得失可有，但不必執着；名利可求，但不必沉迷；人生可忙，但心必須靜。在物欲橫流的時代，莊子更像一劑清涼的藥。讀懂它，你會發現，原來最高級的聰明是糊塗，最深的謀略是淡然，最強的姿態是心如止水。做一個表面普通、內心通透的人，不爭不躁，不卑不亢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最終活成一隻翱翔9萬里的大鵬，扶搖而上，不被世俗捆綁。這便是莊子的逍遙之道。如果你渴望打破常規思維的局限，在紛繁複雜的現代社會中尋得內心的寧靜與自由，收穫為人處事的至高智慧，強烈建議你去我的櫥窗仔細研讀《莊子》這部國學經典。莊子以其深邃的思想、瑰麗的想象，為我們展現了一個超越世俗的精神世界。它能引導你以豁達超脫的心境面對生活的種種挑戰。
在迷茫時為你指引方向，於喧囂中守護內心的安寧。研讀莊子，猶如在人生的道路上點亮一盞明燈。祝你在探尋生命真諦的旅程中，收穫從容與自在，領略生命的別樣風采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